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1月27日。嗱，今日要講一個消息，呢個消息咧仲未證實嘅，就係英國金融時報啦就指啊，喂，有一個咧中國國防部部長啊，叫做董軍就涉貪落台咯。如果係真嘅話咧，就係咧習近平任內咧第3次有國防部部長咧係涉貪落台嘅。咁因為對上嗰個其實更換咗冇耐嘅咋，呢個董軍係2023年咧先至上任，係接替上一個涉貪落台嘅國防部部長。咁呢個咧，亦都喺之前 BBC 咧嗰個記者質疑中國嘅大外宣，喂，即係如果你美國個國防部長連續有2個係涉貪落台嘅，咁啊好震撼噶咯。但係點解中國會經常發生呢啲事咧？嗱，咁啊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咧就話捕風捉影啦。可以順帶講講捕風捉影呢個成語。捕風捉影呢個成語咧，本來係嚟自啦《漢書》嘅班固嘅，係形容成帝就捕風捉影。最初咧係捉景啊，係景物嘅景。咁啊，點解叫捕風捉影咧？就因為咧成帝咧就中意聽啲方術術士。嗰陣時仲未有道士，道教仲未成立噶嘛。喺道教成立之前咧，中國幾百年嚟咧就有所謂嘅方術術士，就係講一啲長生不老講一啲咧仙丹啊，講一啲咧係神仙嘅學說。咁咧佢哋咧皇帝就好順啦，就聽到之後就捕風捉影咁啊希望咧成為神仙喎。咁所以呢個成語就係咁解嘅。咁但係咧毛寧就話捕風捉影、捕風捉影啊。咁但係結果咧喺外交部嘅文件上邊咧有文字版噶嘛，就刪去咗毛寧呢個回答，所以令到咧有更多人有揣測，到底是否真係涉貪落台咧？但係咧你查一查咧大陸嘅新聞啦其實2-3日之前咧仲講過國防部部長董軍出席東盟擴大會議。然後咧呢個嘅高大威猛、霸氣十足大國風範，仲見到佢，咁都唔出奇嘅。以往嗰啲國家領導人朝頭早開會咧，晏晝可以係違紀涉貪就被拘捕噶，咁呢個都有。咁所以咧，其實咧幾日前咧佢嘅新聞都仲多嘅，因為咧幾日前就話佢唔去見呢個美國國防部部長啦，唔去見，反而咧老撾人民革命黨中央書記咧國家主席啦。通倫就會見咗董軍，呢個係22號嘅事嚟嘅，係幾日前嘅。咁所以呢個董軍是否落台咧，暫無消息。咁但係今日咧，我哋又想探討一個更核心嘅問題：點解貪官成日出現嘅咧？全世界官員都有貪官全世界國家都有貪官，但係中國係特別多嘅。點解咧？呢個中國特別多唔係我講嘅，呢個係習近平嘅功績嚟嘅。習近平自18大以嚟咧，打貪嘅人數咧。係超過數百萬人，即係要講400-500萬人咧，係涉貪而去受處分嘅。輕則咧就批評教育啦，重則嘅就雙規雙開，咁涉及係400-500萬人喎。中國共產黨先得嗰9000萬人，有成即係超過5-6% 嘅人咧係涉貪而受到批評教育，或者係落台，或者係要牢獄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喎。如果你英國公務員體系，喂，有5-6% 嘅人貪污，咁呢個係嚴重不得，呢個國家唔能夠運作噶咯。但係點解中國會咁嚴重咧？嗱，首先咧，官員點解總是貪咧？就等於點解男人總係中意偷食，點解貓總係中意食魚？因為呢個係本質嘅問題貪污或者係其他嘅，唔一定係現金嘅貪污可以係貪女人，可以係貪權。咁呢個咧就本身係人性嚟，係本質嚟。呢個就叫做尋租行為，rent seeking， 尋租行為。任何人咧一旦有咗嗰個權力啦，佢就想辦法擴大自己嘅權力噶咯。咁可以點樣擴大自己嘅權力咧？唔同人有唔同方法尋租偉人嘅德蘭修女就透過咧做啲好嘅事，透過咧做一啲公益慈善，令到咧幫到更多人。透過幫人嘅時期，佢獲得心裏邊嘅滿足感，呢個係佢嘅尋租嘅方法。有一啲人咧就係希望沽名釣譽啦，令到咧多啲人讚賞佢、歌頌佢、榮耀佢，咁呢啲叫做尋租嘅方法啦。而一般嘅人咧更簡單，做咗嗰個權力嘅位之後，佢有權力啊嘛，佢講嘅說話有人聽佢，有人尊重佢，有人敬佩佢，佢就希望咧利用佢嘅權力咧以權就謀私喎。呢個就係必然嘅做法嚟噶咯。任何人做咗嗰個位，你都會想辦法去擴大你嘅權力嘅，你嘅權力尋租。但係咧問題喺西方社會會有落台噶嘛，係會有呢個嘅選舉噶嘛。譬如話保守黨上咗台，喂，做得唔好，咁變成咗下一個政黨咯，下一個政黨做得唔好，又變成咗另外一個政黨咯。呢個係叫政黨輪替。所以咧每一個人咧做咗個位之後咧，
佢都想辦法咧，令到更多人愛戴佢嘅。佢都想辦法咧，令到嗰個位置可以繼續長做落去。就係要透過人哋嘅選舉啊嘛。喺西方社會，所以咧一樣會有貪污，一樣會有權力尋租，但係唔會去到中國咁講緊5-6% 嘅官員咧、黨員咧係會被處分嘅。嗱，被處分係5-6% 嘅官員黨員，如果未被處分而貪污嘅人咧係數之不盡嘅。所以你發覺點解中國點解打極貪，仍然啲人都仲貪污咧？個原因就係因為本身貪污係一個人性嘅本質，腐敗係人性嘅本質，而佢個權力做得越耐，佢個位置做得越長，佢就必然咧就會越貪嘅機會多啦。但係問題中國打貪好嚴厲嘅喎，西方社會打貪都係坐監啫，中國打貪分分鐘係死刑嘅喎，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嘅喎。你睇下薄熙來、谷開來、周永康嗰啲咧，本來係國家最高權力嘅人，一下子咧就會即係成為咗銷聲匿跡啦。咁當然薄熙來個仔而家薄瓜瓜入去咗台灣度依親居留呢個另當別論。咁但係咧呢個背後涉及第二個問題啦，就係因為咧其他嘅社會嗰啲官員點解可以做到官員啊？第一就係公務員啦，公務員慢慢考，然後升遷上去，但係公務員嘅權力咧就好低嘅啫。佢哋係聽命於呢個嘅政治官員，而政治官員係透過選舉去獲得嘅。透過選舉獲得咧，當然有問題啦，就係會係成日講大話，政客好中意講大話，因為越講得大話越動聽越多，佢哋咧結果咧就會越容易選到上去。呢個就係西方社會問題。中國社會咧成日有一種講法就係我哋唔係講大話嘅，我哋唔係透過啲政治嘅 show 宣傳而去上位嘅，係透過基層一步一步去升遷上嚟噶嘛。呢個所謂由基層一步一步升遷上嚟咧，講得好聽啲就係基層提拔，實際上就係權力鬥爭。因為你喺基層嘅時候，你就要同其他人一齊鬥爭，喺打倒其他人之後咧，你先會獲得提拔，係層層鬥爭底下提拔。所以結果咧，呢個中國官員點解成日話會涉貪？其實咧，所謂涉貪咧，就係權力鬥爭嘅結果。因為喺個升遷嘅過程，大家都會有利益輸送嘅，而最後落台嘅原因咧，就係因為獲得咗權力嘅人打倒一啲咧喺權力鬥爭底下失敗嘅，然後咧就指控佢哋咧係呢個嘅就係涉貪啦。咁所以中國涉貪咁嚴重嘅原因咧，就係本身唔係因為純粹貪污，而係因為咧貪污成為咗咧權力鬥爭嘅一個借口啊。咁但係咧歸根結底，中國就係冇一個選舉制度啦，而佢哋嘅官員咧就能夠長時間去在嗰個位置啊，咁所以變成咗佢哋尋租嘅機會越大咯。咁呢個係一個主要原因。從制度上咧，中國嘅貪污咧其實就好多年噶。黃仁宇嘅萬曆15年咧就已經有解釋到，張居正係最清廉嘅官，張居正咧係最英明嘅官，張居正咧係萬曆皇帝嘅老師，係帝師嚟噶。但係結果咧，佢一死咗之後咧，就俾好多人參佢一本，話佢貪污啦。最後咧，皇帝查出佢屋企真係貪污到好多錢啊！就係因為中國咧就冇高薪養廉呢個概念嘅，即使譬如話雍正皇帝改革，但係其實實際上咧清朝咧都係冇高薪養廉嘅。我研究清代經濟史就發覺咧，清代嘅士兵由呢個嘅康熙去到呢個嘅光緒年間，喂，人工都冇加過喎，但係嗰物價已經加咗幾百倍咯。但係咧佢個士兵或者係地方嘅基層官員人工都冇加㗎，咁所以點啊？地方嘅官員咧就要透過貪污啦，啲縣官就要貪污，貪完污之後咧，佢攞到貪污嘅錢咧去供養嗰啲士兵嗰啲衙差，因為咧政府俾佢哋嘅正俸咧不足以咧維持官兵衙差嗰啲師爺嘅日常生活開支嘅，所以咧張居正也好，其他官員也好，佢哋透過自己貪污，然後再養住下邊嗰啲人，因為中國係冇一個所謂嘅口諷養廉嘅制度啊。英國有啦，香港有啦，有口諷養廉嘅制度，但係中國冇嘅。一個嘅中國嘅法官講緊嘅人工咧，只係萬餘蚊。一個國家嘅國務院級嘅領導人講緊嘅人工咧，只係萬餘蚊。咁咧，佢哋點能夠維持體面嘅生活咧？佢哋當然維持唔到。佢哋話國家會供養佢哋，俾佢哋有最好嘅醫療最好嘅飲食，都唔需要用錢啦。話雖如此但係佢哋家人要用錢噶嘛。佢哋家人要去買電話要去買呢個嘅靚車名車咁佢哋嘅仔女要噶嘛，去外國讀書噶嘛，佢哋結果係點啊？結果咧就係透過權力尋租啦，就係貪污啦。咁佢哋後來咧就越貪越多，越貪越多嘅時期咧，去到今天仍然都係
而家咧就換咗個方法，因為習近平喺18大以嚟咧打貪就諗咗個方法。以前咧就收好多現金嘅嗰啲官員啊，咁啊後來咧就變成咗收茅台，或者咧送禮，就送煙、送古董，然後咧送好多禮俾佢哋，然後佢哋咧就攞嗰啲禮品咧去北京咧有啲嘅胡同裏邊咧揾嗰啲鋪頭去折現翻。咁呢一種咧都係一種貪污嚟噶嘛。咁啊但係後來咧習近平打貪之後咧好嚴厲，大家諗咗個方法喎，唔需要貪污啦，其實咁可以點啊？安插自己仔女去呢個嘅國企度，國企高層啊做埋董事，喂年薪蒲金講緊以億計嘅，咁佢仲算咩小貪小惠啊？貪嗰啲咩項目啊、工程啊嗰啲回佣嘅，唔需要啦嘛，係咪啊？直接安插嗰啲仔女子侄去國企度，或者去啲外國企業 Big Four 度啊，啲 Big Four 咧要討好中國嗰啲高層啊嘛，佢就請咗好多嗰啲紅二代、紅三代、太子黨，請晒去 Big Four做呢個上市 IPO， 結果咧嗰啲國企要上市，梗係揾翻嗰啲叔伯兄弟做啦，梗係揾翻嗰啲子侄做啦，所以咧就變成制度性貪污。呢種制度性貪污咧就係習近平打貪以後咧個結果，大家就唔貪現金啦，就變成貪咩？貪呢個權力尋租，就合法地去貪污。其實呢個咧以前古代咧就叫火耗歸公嘅。呢個雍正皇帝咧都係諗咗出嚟火耗歸公嘅。咩意思咧？以前咧就係因為自張居正咧一條鞭法以嚟，就係交稅咧就改為交白銀啦。以前交稅就唔係喎，交農作物嘅喎，交布喎，交力役嘅喎，即係你自己去做工嘅幫政府。咁啊張居正諗咗一條鞭法之後，唔好咁煩啦，全部節息，節晒用呢個嘅白銀去交稅。咁咧，但係白銀咧由地方送到上中央咧，因為銀係會碎噶嘛，會撞噶嘛，撞下散咗好多。即係本來咧就100兩嘅，你送到上中央嘅時候咧，起碼有5% 係唔見咗，碎咗啲銀跌咗落地下，因為運送嘅過程係會碰撞嘅。咁所以咧有5% 其實咧就係消耗咗。咁所以其實話係5% 啫，實際上咧可能消耗咗1-2%，有3-4% 咧係俾其他地方官咧貪咗嘅。咁呢種叫火耗銀啊。咁啊雍正皇帝話火耗歸公啦，不如係咪啊？以後咧火耗咧就要歸公啦，就歸去地方嗰啲衙門，歸去中央，歸去各級嘅衙門，就俾地方衙門咧有合理嘅資源咧去用錢。咁呢一種咧就係制度化咗貪污。咁所以習近平以後咧就係制度化咗呢種貪污。所以你話呢個嘅董軍係咪貪污咧？之前嗰幾任國防部長係咪貪污咧？國防部可以貪啲咩錢咧？係咪貪嗰啲合約啊？但係嗰啲合約又係即係國家企業嘅，而合約係咪由國防部部長可以決定咧？呢個軍委主席係習近平喎，其實所有嗰啲合約都係咪要經過軍委主席？至少係經過軍委委員會去通過啦。係咪一個部長可以貪到污咧？我就好懷疑啦。所以我更認同咧呢一種咧係一種權力鬥爭嘅結果。咁所以有啲人就話會唔會過去幾次撤換國防部部長，就係因為咧以往嘅國防部部長有異心啊，或者唔絕對忠誠，去到而家呢一刻咧沒有絕對嘅忠誠，就係絕對不忠誠。甚至乎有啲人又話會唔會係因為打台灣嘅問題啊？有啲國防部長唔夠堅定個意志有勸諫有諫言有諫言有勸諫而落台咧，就會影響到皇上嘅性命啊嘛，唔聽忠言逆耳，係咪啊？話佢係涉貪，咁呢個就合理好多。我認為呢個機會就大好多，因為而家國防部部長又好，或者嗰啲政協又好，或者軍委嗰啲人員也好，喂，其實就可以用仔女安插，就以億計嘅收入一年，就唔需要真正貪污喎。而家係咁，當然有啲人就會即刻話，美國都制度化貪污啦，政治捐獻啊，日本啊嗰啲啊，喂，嗰啲政治捐獻，如果非法政治捐獻咧，美國、日本、英國咧都係犯法噶。但係嗰啲係合法嘅政治捐獻嚟，合法政治捐獻咧係捐俾個黨或者係捐俾佢哋選舉競選嘅開支，同中國唔同喎。同中國咧送個呢個嘅景德鎮嘅花樽送俾嗰啲部長啊，送俾譬如話我想去開間補習社審批唔批就要送個花樽去俾個部長、教育部嘅官員佢哋秘書然後咧就俾佢套現翻去到呢個嘅北京嘅老胡同度套現翻套現500萬咁嘅花樽。即係用呢啲方法，喺大陸就會用呢啲方法。以前習近平上台以前就用呢啲方法，呢啲咧真正嘅貪污。但係美國嗰啲咧政治捐獻咧，佢哋係利用嗰個合法制度而令到選舉係有呢個嘅資源佢哋都唔能夠啲錢自己袋喎，
佢哋可以使啲錢，但係唔可以自己袋。當然使啲錢都係一種尋租嘅行為嚟嘅。使啲錢咧就譬如話佢哋資助咗去選舉，咁佢哋可以請翻嗰啲叔伯兄弟姨媽姑姐去做競選人員，咁佢哋有公開，咁呢一種係嘅。但係呢啲都係咧制度化下嘅尋租咧，其實係小利小益嚟嘅，同中國嗰啲咧係完全不能同日而語。而家今天咧，中國你睇一睇啊，李鵬嘅女係咪啊？或者係其他國家領導人嗰啲子女，或者之前巴拿馬嘅文件，睇下邊啲人咧係持股咗阿里巴巴、騰訊背後嘅一啲嘅講緊以億計、10億計嘅股權嘅人，喂，嗰啲係太子黨紅二代、紅三代嗰啲咧就係制度化下嘅尋租，所以咧習近平就打貪，結果咧就係制度化嘅尋租，所以我而家就唔再好相信咧呢啲所謂嘅正部級或者係國家級嘅領導人係有即係貪污，而我認為貪污咧就係權鬥下嘅結果，更合理係可以咁解釋嘅。咁 anyway 咧，今日個分析咧就到佢解答咗一個問題，點解官員總是貪，全世界都貪嘅，男人都係會出去滾嘅，係咪呢個唔係淨係男人啦，男女都平等嘅。總之冇合理嘅監督底下，冇合理嘅制衡底下，個人都會做呢啲行為嘅。咁但係問題點解有啲人會唔做啊？就因為有合理嘅制度監督咯。有願意俾人監督，或者係人哋願意監督你，或者公開透明啊，所以我公開透明嘅。我老婆有晒我手機嗰啲密碼，甚至我 face 我 set 咗佢 Face ID 添，佢用佢個面孔都可以睇晒我手機講嘅嘢，即係我冇 set 跟風嘅，我亦都冇嘅。OK，咁所以呢個咧就係透明公開，先能夠確保到咧行穩致遠啦。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評論 Patreon 咧就有參考資料咯，文字版、聲音檔，多謝大家支持。知識有價，15蚊美元一個月咧就可以無限重溫，免費訂閱有 discount，有獨家嘅課堂。今日講到呢度，拜拜。